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起真实的带有灵异色彩的恐怖凶案，而且案件的后半部分会有一个巨大的反转。沈连旺，台湾省人。本世纪初，年轻的他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香肠为生。因为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他的香肠卖得越来越好。后来颇有商业头脑的他，雇了几十个小工摆摊售卖。90年代末，很快就垄断了台中市当地的香肠市场，甚至还发展出了一点黑恶势力。由此，这个沈连旺在台湾得到了香肠大王的称号。沈连旺之前有一个原配夫人罗某，时间来到2005年，51岁的沈连旺有钱了，和原配罗某离婚了，找了一个30岁漂亮的印尼籍下属谢某，两人很快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沈连旺和谢某没有正式领证，只是以夫妻的名义同居生子。可是沈连旺这个人脾气非常不好，经常家暴，而且是严重的家暴，尤其是每次喝完酒都会拿女友谢某出气，无数次把谢某打得头破血流。可谢某却非常依赖他，因为谢某是印尼过来的，在台湾省这边无依无靠，只能听之任之。没想到这一忍就是10年。10年后，谢某的闺蜜小美看不下去了，再三劝阻，谢某终于决心离开这个家暴男。可沈连旺不愿就此罢手，他像狗皮膏药一样疯狂缠着谢某，因此二人藕断丝连。直到2015年9月15号这天，谢某在闺蜜小美的鼓励下，正式和沈连旺摊牌：我要离开你，从此咱俩划清界限。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沈连旺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还说要把一辆货车以及一个摊位的加盟费给谢某当咱俩的分手费，并说让谢某某天去咱俩同居过的太平区某个住处，咱们见面拿一下。此刻谢某感到进退两难，虽然不是什么豪车就一辆破货车，加盟费也就折合人民币1万多，满打满算不到5万块钱。但如果将来自己离开沈连旺，这是一笔可观的生活费，还是想要的。但是谢某想来想去，以沈连旺这种暴力的性格，怎么可能那么爽快答应分手，甚至给钱呢？该不会有诈吧？思来想去，谢某决定带上闺蜜小美以及另外一个姓林的男性友人一起去拿钱，心想你再残暴也不会当着2个外人的面殴打我吧。于是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台中市太平区的沈连旺住处。没想到这3人刚踏进沈家的院子，只见沈连旺提着一把菜刀从屋里大喊着冲了出来，给他们3个吓得像雕像一样在原地呆住了，忘了怎么逃跑。而沈连旺一把抓住谢某，就把他拉进了屋子里，吧嗒将门反锁。之后2人听见谢某在屋内撕心裂肺的惨叫，还听到了一阵刀砍的声音，这是恐怖电影里才有的情节。小美和林某差点吓尿裤子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哆嗦着一边砸门一边打电话报警。而门里面谢某的呼救声却越来越微弱，直至彻底消失。半个多钟头后，警方赶到现场，警方拼命敲门，可里面没有声音。就在警方准备破门而入的时候，沈连旺却开门了。开门后，他气定神闲地问：“你们要干嘛？”警员问他：“你是不是在殴打女友？”沈连旺淡定地说：“没有啊，小谢不在这儿，他早就走了。”小美和林某岂能让他当面睁眼说瞎话，立刻在警察面前戳穿了他。可沈连旺却警告警员：“你们没有搜查令不能私闯民宅。”几名警察不知如何是好，幸亏此刻屋内传来了沉闷的几声砰砰砰。几名警员也不顾沈连旺的阻拦了，强行冲了进去。冲进之后，在储物间他们看见了一个超大的冰柜，上面有一滩血迹，而整个房间4处墙壁上都是喷溅的血液。更为恐怖的是，冰箱里砰砰砰又传来敲击声，警员立刻打开冰柜，发现蜷缩在里面的就是谢某，他浑身都是血，被砍得血肉模糊，全身几十处刀伤，奄奄一息。于是警方一边将沈连旺逮捕，一边立刻将谢某送到医院抢救。最后抢救及时，身中30多刀的谢某居然捡回了一条命，而香肠大王沈连旺被判入狱8年。至此大家可能会觉得事情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了。可是本起事件后面还有一个巨大恐怖的反转。
之后的一段时间啊，谢某虽然毁容了，但生活呀总算回归了正常啊，摆脱了沈连旺这个恶魔。按理说一切都结束了，对吧？可没想到谢某没事了。当时力劝谢某离开沈连旺的那个好闺蜜小美，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糟了。按说小美是一个好人，对吧？可没想到从那件事之后，尤其是沈连旺入狱之后，小美就天天做噩梦，每次梦里都是一个浑身赤裸、头发湿漉的女人对她说：“我好冷。”起初，小美以为是那天目击砍人，目击那么多满墙的血迹啊，被惊吓了。过一段就好了。可不管过了多久，她每夜反反复复做噩梦，从未停过，而且都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场景，搞得她心力交瘁。慢慢的，小美察觉到，好像确实哪里不对劲了，因为梦里这个女人啊，似乎特别憎恨自己。可自己从未做过任何得罪人的事儿，对吧？都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自己没做亏心事，怎么每晚都有鬼闯入梦境？而且她想，我刚刚把好闺蜜小谢从恶魔手里救出来，我应该做了好事儿，有好报才对呀。小美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当时一起去沈某家的林某，林某也比较迷信，就说你去找灵媒问一问啊。于是他们联系了当地一位很有名所谓的通灵之人。这位灵媒啊，了解情况之后对小美说：“你梦里那个女人啊，她肯定已经死了，而且可以确定是被人扔进水里淹死的，所以她总说我好冷。至于她是谁，凶手是谁，灵媒却说我的法力不够。”小美是个善良的姑娘，她想替这个女人伸冤，也让自己能睡个好觉。可怎么说呢？你去报警，你说你做噩梦了，警察只能把你轰回去。于是小美决定去找更厉害的灵媒，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线索。四处托关系，他们找到了台中市一位非常有名的灵媒大师。就在登门拜访大师那天，大师家里还有一位来求助的客人，没想到此人是台中市第5分局的刑侦队队长连真杰。好嘛，这位刑侦队长也是破案遇到困难来向灵媒求助的。灵媒给出的答案是，梦里这个女人啊，确实是被人杀害的，而且和沈家有关。灵媒说，既然连真杰队长也在，也许这个女人就是希望连队长你能帮她伸冤。也许我们3个今天相聚在这里啊，就是她的目的。连队长听完有些发懵啊，我是为了其他案件啊遇到困难来求助的啊，没想到那个案子没解决，又多揽了一个活。但这个连队啊非常信任这位灵媒啊，也非常有一个警察的责任心。于是回到警局之后，他着手调查沈连旺事件。这连队长啊认真分析了小美的梦，又对沈连旺的身世背景啊进行了一番详细调查。他发现了一个疑点。我们刚才说了，沈连旺在发家之前有一个原配妻子罗爱珍。根据资料啊，罗爱珍2005年失踪了，人间蒸发。也就是说，刚和沈连旺离婚，人就不见了。到如今10几年过去了，居然还未在社会上出现过。继续联想，罗爱珍失踪后，谢某就和沈连旺同居了，而闺蜜小美是在谢某大难不死后才开始做的这些噩梦。那小美和这个梦里的死者有什么关联呢？她当初力劝谢某离开沈家，做了好事儿，却被这个女鬼缠上。综合上面这些提示，我相信不少朋友已经能猜到点东西了。没错，连队长恍然大悟，得出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猜测：难不成小美梦里的那个女鬼是罗爱珍？难不成沈连旺和小三谢某在2005年合谋害死了她？难不成谢某被沈连旺家暴了10年是谢某的报应？所以罗爱珍没说什么，而小美把谢某救了出来，于是罗爱珍恨上了小美，才每晚在梦中惊扰她。细思极恐，连队长立刻去查找2005年左右台中市和附近地区与罗爱珍年龄相仿的无名女尸，重点查被淹死的那些女尸。可查来查去没有相似的女尸，只有2015年彰化县郊区有一个被淹死的无名女尸和罗爱珍的情况相吻合。可罗爱珍是2005年失踪的，这个女尸是2015年淹死的。
难不成有人能在2005年炸死，人间蒸发，杳无音信10年？说到炸死，2023年8月，很多朋友都刷到了这样一条离奇恐怖的事件：在率土之滨中，有一个同盟发布了檄文，说他们的盟主仙狐长期熬夜，不幸猝死，因此同盟决定停战3天，缅怀这位盟主仙狐。许多玩家一时人心惶惶。正当大家震惊、悲伤、缅怀之时，这位盟主突然诈尸了。他发布了一个别哭了，人还没走呢，是炸死。明早6点，全员跟我一起打破虎牢。更为玄妙的是，这位盟主一直怀疑自己阵营内有敌对阵营的内奸。这个所谓的明早6点一起打虎牢，也是他的计谋的一部分。而他真正的精锐，在当天凌晨3点的时候就已经出发。这居然是一个连环计。但是最好笑的事情出现了，这位盟主苦心孤诣，先后设计的炸死、发布假消息、突袭等一系列骚操作，最后经过交战，居然打输了。好嘛，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战绩0-5。原谅我不怀好意的笑。第二天，大部分被蒙在鼓里的众人得知真相后，给予了这位仙狐盟主最真诚的问候。疑点很多，但出于职业敏感，连队长还是隐隐有种感觉，这个无名女尸就是罗爱珍。于是他决定细致排查一下。果然，经过核对，他发现原来当年录数据的工作人员粗心大意，录错了。这个女尸其实是2005年发现的，被工作人员当年错写成了2015年。得到了这个重要信息之后，连贞杰立刻根据资料找到这个无名女尸的墓地。因为根据规定未破的案件尸体不能火葬，必须土葬，要保留 DNA。提取到女尸身上的 DNA， 经过比对，这个女尸就是2005年失踪的罗爱珍。连贞杰队长知道正在服刑的沈连旺肯定不会说什么，于是他只能去找谢某。连贞杰一见面就将闺蜜小美那些恐怖的梦境一五一十地讲给了谢某。没想到谢某听完后双腿一软没站稳，直接瘫坐到了地上。这一举动令连贞杰更加相信谢某和罗爱珍的死有关。于是很快，谢某交代了真相。罗爱珍是大陆人，90年代末来到台湾打工，认识了卖香肠的小贩沈连旺，没过多久便给他生了子女。在贤惠且能吃苦的罗爱珍的帮助下，沈连旺很快发达了起来。可好日子没过多久，2004年初，有了钱的沈连旺就和自己的手下店员年轻的谢某搞到了一起。谢某明知对方有家室，依然甘心做了小三儿，还给沈连旺生了一个儿子，甚至逼宫。罗爱珍呢，心态很好，家被偷了也不哭不闹，不争不抢，居然同意净身出户住到了好友邓某家。可没想到有一天晚上，喝醉的沈连旺冲到邓某家，强行将罗爱珍带走。罗爱珍临走前嘱咐邓某，如果我回不来，千万记得报警。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小三儿谢某被沈连旺叫了出来。沈连旺指着自己货车的后备箱，让谢某去看看那是什么。只见货车厢里躺着浑身赤裸、昏迷不醒的罗爱珍。沈连旺说：“你陪我到彰化河边把她扔下去。”谢某没有拒绝，跟着沈连旺把罗爱珍拉到了彰化，把昏迷不醒的善良女人罗爱珍给扔到河里，活活淹死了。行凶后，沈连旺还威胁谢某，如果将来胆敢把这事儿说出去，或者有一天敢和我分手，你的下场就和他罗爱珍一样。更令人感到荒诞的是，罗爱珍那个好友邓某大大咧咧的，居然把罗爱珍临走前报警的嘱托给忘得一干二净了。直到10几年后，靠着小美夜里那些不断的噩梦，才终于将本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最后，我再来大家看看本案的判决书。谢某真名叫谢喜璇，正在服刑的沈连旺因为早年杀害妻子罗某一事再次被追加判处有期徒刑15年。如今他正在服刑。而小美从那之后真的就不再做噩梦。看完本起案件有一个令人最大疑惑的点，就是前妻罗某被害后，为什么整整10年都不去用噩梦惊扰小三谢某，而谢某离开沈某后，他却去骚扰好女孩小美。节目里连队长那个猜测可能是最合理的就是谢某当小三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却品尝了10年生不如死的家暴。
这是他的报应，是罗某愿意看到的。所以罗某这10年没有表示，而小美把谢某从这种环境中救了出来啊，好心办坏事儿，反而得罪了罗某，让他非常不爽。也许我们抛开科学不谈如果单从这种迷信灵异玄学的角度讲，这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那么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视频的最后再来提醒一下各位主公，我们率土之滨新赛季百业争鸣已经正式上线，主公可亲自挑选将士农工医5大方略来大展身手，通过不同势力之间的配合协作，一举定江山。5大方略皆有所长，无论何种皆可有争夺天下之能。咱们下期见。猫咪睡觉，把被子盖好，给月月盖小被子。墨西哥猫肉卷，老北京猫肉卷，月月睡觉去，月月睡糊涂了，月月。爸爸要打死月月，爸爸给你当枕头睡吧。月月睡迷糊了。老猫枕咸鱼。